好，今天今天是2021年11月5号，第3章的第7次上课啊。那我们接下来要上速度饱和，上这个之前先说明一下，就是那个，我们那个。11月11号期中考那考2个小时在501。那 Open 3C 的 Everything 3C 产品都可以带来然后要实体考试那你第2章后面比较相对不重要，没教到就不考了那期中考要实体考试，然后期中考下一周改实体上课，叫不规定那个即日起那个要改实体上课。今天下午才收到 email 来不及通知大家。好，那我们再把那个上礼拜比较难的元件物理，我们再复习一次MOSFET 的物理，我们再复习一次那 MOSFET 有6个重要电压区了那相对最重要的这3个 flat band、strong inversion 跟 after strong inversion 那这3个会考不会考公式推导不会考公式推导，可能叫你画图叫你解释名词叫你画图叫你解释名词或者说一些简单的应用这样子好，这个能带图，这个就不复习了啦那个你要记住能带图 N 型材料在下方这 PN 将选的 MOSFET 的话也是类似的MOSFET 也是类似的，但是 MOSFET 有加偏压了那这个是没有加偏压，你只要看费米能阶是直线水平线的话它就是热平衡没有加偏压的那画能带图的原理就是按照 Poisson equation，那就是 Pn 界面为空法，空法就是 n 等于0 ，p 等于0，然后借由这个空间的电荷来建立静电场，那静电场呢就会产生那个电压差，那电子位能来计算N 型材料在下方。好。那我们看一下5.1是 flat band flat band 的 condition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这个不是 flat band 这个 flat band，因为这个标题下在这里，你会以为这是 flat band，这不是 flat band，这是那个热平衡 zero bias， 这边改一下zero bias state，zero bias state 就是说我before contact 跟 after contact 我都没有加任何的偏压before contact 因为它的费米能量不一样嘛那我们近代物理啦或是半导体物理会教，就是说不同材料接起来它的费米能阶要成一条水平线，要不然电子会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唯有当等于水平线的时候，电子就不会再互相移动这样子所以热平衡状况之下费米能阶是水平直线，所以你看这个能带图一看，马上要先看什么费米能阶。你看费米能阶是直线，因为 N plus poly 嘛，N plus poly 它的费米能阶就是在 conduction band， 请先背起来了N plus polysilicon 它的费米能阶就是在 conduction band 所以它费米能阶是水平线，所以这个它是热平衡状态，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个gasite 这边有电场代表有电压差嘛斜线就是代表这个有电场，那这边也是一个，这是抛物线这是抛物线，那silicon 也是有电场所以它这2个能带就不是平的嘛
那所谓叫平带电压，就是我们在 gate 适当加一个负偏压啊，适当加一个在 gate 加一个边，绝大部分是负偏压啊，当然也有可能是正的啦，就看你费米能阶的大小了就是金属跟半导体费米能阶大小，大部分是负的了啊。那我们家负的把费米能阶往上提升，所以让所有的能带都是变成直线。所以这不是热平衡这不是热平衡因为费米能阶现在是什么？现在是断线，现在是断线。那 flatbed voltage 那你要加的刚好就是它的公函数的差，要背起来那上次有提到说，公函数差其实还要再修正，因为我们在制程上silicon dioxide SiO2 跟 silicon 这边它界面处会聚集，会捕捉一些负电荷会捕捉一个负电荷，叫做 fixed oxide charge 或叫 oxide trap charge 都可以就是这个它会捕捉一些电荷，这个电荷被捕捉到它就不会动那这个值不会很大。以前是可以稍微忽略，但是现在到这个奈米尺度的话，这个值也不能忽略，可是也很难算，它就是会跟 flatbed 合在一起，所以你量到 flatbed，事实上你的 flatbed 你量出来的值其实是包含这个非常一个小小的 fixed oxide charge 或 oxide trap charge 的这个影响这个影响坦白说，现在还没有在这个纳米，这个值真的很难量，非常非常难量那现在也，坦白说，在实物上也不需要量，因为我们知道 flatbed voltage 是多少就好了，我们就直接用 flatbed voltage 来去计算就好了好，那这个就跳过了那接下来讲强反转。强反转这个电子虽然是强，感觉电子很多，事实上还好啦，只是适量而已啦，没有说很多啦，没有说很多，没有说很多没有说很多那个能带推理法就是说费米能阶为断线，因为我加两伏嘛我现在是加两伏，对不对费米能阶-2 eV 嘛我刚之前有强调嘛能带图是以电子为主角你 get 加两伏能带整个能带整个的费米能阶跟这边费米能阶差费米能阶为断线，断线大小为 V 极，就是你加的两个电子伏特，应该是 V 极乘以电子伏特啦，负一 V 极，但是我把它省略掉比较好背啦你要记起来要记起来，断线大小为 V 极就是负2向下两个电子伏特V 极是分成3部分flatbed voltage 再加上阿塞的跨压记住这个阿塞跨压是指这个V 阿塞是指这个那跟之前的阿塞 trap charge 那个在 flatbed 的影响是不一样，这个比较大，这个比较大，这个大多了这个大多了好，再来是 silicon 的我们叫 service potential potential。当然符号在半导体符号 V 就是电压，然后呢 phi 呢希腊字母的 phi 呢就是指所谓的电位式 potential potential。那事实上物理因子都是一样，都是电压好，只是为了要做一个区隔而已做一个区隔而已。所以 S 是 silicon 的表面电位silicon 的表面电位phi 是 silicon 表面电位好，那 phi S 2倍为反转，因为临界电压大是操作型电力，那你说2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 EF 这边这个值这个原本这个值是这个的2倍
啊，这个转下来这个差值是这一个的2倍。啊，所以就 A 加 D 等于 C，说 A 等于 D 等于 C 啊，所以刚好 A 加 D 啊是2倍的 C，phi-s 2倍为反转啊，phi-s 2倍为反转啊，phi-s 2倍为反转。好 ，OK， 那这个就背起来了。为什么 EC、EV、EF、EC、EI、EV 会转，EF 不会转？这个半物在教，好不好啊？那为什么这边是直的，为什么不是斜的？那半物在教，你们就背起来哦。考试的话，能带图你们就先背起来了啊，先背起来啊。啊，phi-s 2倍为反转啊。那这边阿塞的电场是这个方向的哈，阿塞电场是这个方向，阿塞的能带啊电场定，磁孔能带也是电场定，啊本体能阶啊为不变，本体就是8个区了哈，远离表面电位的影响就跟不会还是会属于它的 P type 的行为嘛那倾斜趋势要一致。好，强反转主要是定义水球啦，但是强反转的电流很低很低，非常非常低大概只有10的负7安培，背起来大概只有10的负7安培10的负7安培背起来10的负7安培这个不能用我们真正在数位电路在记忆电路操作，电流大概是10的负3安培迷你安培左右迷你安培，那差了10000倍啦差了10000倍。好，那所以这个只是定义临界电压，那接下来这边不教这边不教自己要打记好。再来这个公式要背起来好不好公式要背起来 ，VT 分成3部分嘛就是 flat band 加上这个就是 silicon surface potential surface potential 啊啊 phi-s T 水小silicon 的 potential at threshold condition is this equation 这样背起来，这个证明有点繁杂有点繁杂，你就背起来。我们考试 open book 嘛那东西太多了啦太多了然后就这个背起来背起来尽量学了那半导体的课不是说修这一门课就懂了啦我觉得半导体的领域你要学得好至少也要修个6到8门课，真的6到8门课你才能这个稍微算说懂半导体这样子。我不懂半导体只修这一门课，还有很多啦还有半导体的元件物理还有材料分析还有记忆体元件数位 IC 设计还有 TK 模拟还有等等的，还有先进的一些制成的特论很多课了很多课你要全都要学才会融会贯通好，那接下来强反转在 after 水手之后我们就强反转强反转。我们刚刚说，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嘛，比如早期比较那个成熟制程临界电压是2伏那我们现在给它加到正3伏，只要多1伏就够了。那个电流反转产生的 inversion 的 carry 就会大增就会大增就会大增。所以 inversion carry 就是inversion carry 我们看一下5.5.2这一个项是不是要变成这样子inversion carry 是这样子。那我们以后计算，我们都取绝对值来算比较方便不要在那边负来负去，都会昏掉这取绝对值来算好。那临界电压这个临界电压 N 的在这里，N 的在这里大家打星号 N 的在
n 费的在这里啊，那 p 费的呢在这里啊，所以负哈，它的这个也是负的啊，负，啊，所以它临界电压才是负嘛啊。比如说我们举这个例子哈，这个例子啊，临界电压对称啊，这边刚好正一负，这边负一负左右啊，负，另外就是负正正。我们就是为什么说 n MOSFET 就是这要背起来那个 n MOSFET 就是 P body 嘛，那它用 n plus k， 我们看见，然后 n body 就是 P MOSFET， 所以它是用 P plus k， 这个就是为了临界电压对称，背起来好不好？背起来。为什么要选？特别就是说这个要很好背啦。n power 就是 n MOSFET，p power 就 p MOSFET，一模一样。为什么？因为要为了临界电压对称临界电压对称。那临界电压其实蛮复杂的，你看那公式它是很多函数它不成比例微缩，就是说它的微缩是不可预测的不是说像其他参数那么好预测。那我们后面等微缩再讲后面等微缩再讲。好，那电流的部分那我就不再推导了电流我们最后得到所谓的MOSFET IV 的 general equation 一般的形式一般的形式。那这个形式太复杂了太复杂了那中文的话，如果你以前修过电子学，它就叫三极管区或叫抛物线区，对不对大部分是翻成三极管区了那这个那个电那边很难预测。那这个上次有讲这个千面户这边，因为他写的比较仔细就容易让初学者觉得比较容易觉得啰嗦啦。m 就等于一啦，以前电子学就叫 m 等于一啦除非你有考虑什么 bug effect 这样bug charge effect 你才会说去特别去讨论，那就比较深入的课程才要去讨论这个 m 的效应。那我们一般的元件物理、一般的半导体制程，我们不在在 IC 设计就会特别讨论这个 m 的这个值。但是我们这边 m 把它强制等于一，好不好？强制等于一，就跟那个 Neiman 施米的书Smith 的书就公式一模一样m 等于一，好不好 ？m 等于一。那不要再问我这个 bug effect 什么意思我们那边不教那元件物理大部分也不会教。那有兴趣的你自己，我有给你们那个千面户的电子书嘛，你们自己有兴趣以后再自己去看以后再自己去看。好，那我们一般会用在所谓的线性区通常我们现在的线性区 m 就是50个 millivolt 0.05背起来目前都是这么，目前的节点大概N14以下大概就是这么，线性区就是50个 millivolt 50个 millivolt 背起来16纳米以下就是50 millivolt。我们讲 linear region 就50 millivolt 这样子那我们取50个 millivolt 的话这个general equation 我们就可以把 VD 的平方把它丢掉VD 的平方把它忽略掉，那我们可以得到它的线性区为什么要线性 ？VD 正比 VDS 忽略掉平方倍，然后呢，我们把它取这个转导，我们可以决定 mobility会决定一个 mobility。那 mobility 这个细节，我到那个期中考过后再教好，那我们把这个一般的公式general equation 我们把它就6.4把它取微分我们发现当这个 m 等于1当 VD set 等于 VGS 减 VT 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电流到达这个情况它就饱和了就电流就是跟 VD 成一个相关的一个常数跟 VD 越大它的那个
值就是个常数。那简单就是每这边写一下，就是我们数位电路都操作在这个饱和区啦，饱和区。哦，我要怎么调电流，我再调 V G 就好了，是不是？好方便啊，对不对？线性区还要去算一下它，这个几乎很难调嘛，因为它抛物线，对不对？很难预测啊，很难预测。哦，虽然我们数学上你说，哎，这个二次方程式很好预测啊，可是电路很复杂，你做到这个上一科的电晶体的电路，你干嘛那么找自己麻烦呢？坐在这，那万一几科出问题了怎么办？那我们干脆全部操作在什么？啊，饱和区啊，都是常数啊，那我们这个电路哦，它的容错率就比较高哦，容错率比较高，而且驱动电流也比较大，驱动电流比较大，它的操作频率啊、效能啊都比较好哦。要记住哦，我们都是操作在饱和区啊，操作在饱和区。有一些电路可能会特别设计在操作在线性区啦，我们就不特别讲了啦。反正我们数位电路哈，绝大多数 CPU、GPU 啊都是操作在饱和区、饱和区啊、饱和区、饱和区啊、饱和区。好，OK，那 Intel 这个哈也打个星号哈。那我们一般哈看电晶体的电流、电压哈特性方程式有看两个。之前第一个有讲，一个是 IDS 对 VGS 哈，那这叫 output curve 哦，输出曲线啊，output curve 啊。哦，那背一下，然后是专有名词，然后定义这样 IDV output curve 啊。那另外一个就是 IDS VGS 啊，那叫 transfer curve 啊，因为它是有以 VG 它就叫 transfer 了，就是一个早期定义的问题啊，就背起来了。上面 IDV 的 output curve 这个叫 transfer curve 啊。那这个记住哦 transfer curve 我会用半对数图，也就是说 IDS 哈对 VGS 是一个指数式的变化，指数式的变化。如果画线性区画不出来啊，因为你看它从10^10可以到10^3，有7次方倍啊，7次方倍你要用y 轴要用 log 啊才能表示啊，y 轴要用 log 才能表示。那上次有讲这个 high performance、standard performance 跟 low power 的啊，low power 这是同一个假设是同一个12寸的晶圆厂做同一条生产线做出来的，我们就有调控那个制程的差异哈，但是不是同一个晶片也可以，但是比较少，通常是同一批晶片是做 high performance 的，下个礼拜另一批晶片是做 standard performance 的，在下个月啊，另一批晶片是做 ultra low power 做手机的。哦，通常是这样了哈。那你说硬要在特殊设计、特规的那个晶片上做成不同的水九 voltage 的这个的电路也是可以啊，只是制程就会比较复杂啊，制程都可以啦，都可以啊。一般比较好的方法，比如说这礼拜就做那个 NVIDIA 高级显卡，就 High Performance 嘛哈。那下礼拜就是做一般那个数位处理器的 standard performance 的啊，那下礼拜就做那个手机用 ultra low power 的啊，哦这样子比较良率比较高，它生产比较好控制啊，生产比较好控制，所以就是同一道晶圆厂就可以做这个不同，你去调临界电压就可以了啊。那 Intel 这10年前哈，我说我大部分会拿 Intel，就是因为 Intel 这10年前它就是把它的技术资料都公布了哈，技术资料都公布了，就这样子啊。那这是大概看一下啦，这个大概期末考的话哈，才会考到这么细节啦，才会考到那么细节啊。但是你要知道你要知道看那个电晶体的特性啊。电晶体的特性。那看一下这边电压哈，VD 等于50mV，就是线性区啊，这个呢饱和区，然后它圈起来这边全部超过0.7伏
相对它的水手 voltage 大概是都是一个是0.1、0.2、0.3嘛，所以这已经到0.7，已经到饱和区了，已经到饱和区了，所以我们操作都操作在饱和区。饱和区从上面这张图来看饱和区对 V 极是一个常数，简单就是美，简单就是美。好，一般现在目前的抓这个以定电流来抓电压，然后就是 IDS per W per L 是10的负7负8，但是现在因为 FinFET 的关系这个 L 的定义很难定义，你到底是要用全部的 total 的 L， 还是等效的上面 top view 看下去的我们叫做 footprint， 就是踩上去才有足迹嘛，就是往鸟瞰图那个宽度。那大部分现在莫衷一是的，不过好像目前统一是因为 footprint 算起来用那个只算最上，比如说一个 FinFET 是一个矩形嘛，你只算上面那个位置，你的位置相对是比较小，所以出起来那个电流比较好看，对不对？电流比较大，对不对？所以一般现在都是除了所谓的footprint 位置，就是只除上面我再画个图比较清楚了你应该要算 W1、W2，对不对？如果是 FinFET 的话 W3，那其实现在只算这个，那这个叫做 footprint，因为就是在 layout 上面这个才会勒出来嘛，对不对？这个是制程时刻出来，这个是 layout 勒出来，所以叫 footprint width 足迹的宽度了也就是在实际画元件的 layout 图、布局图的会画出来的宽度。好，那现在讲那个速度饱和速度饱和那速度饱和其实上目前 FinFET 都已经到速度饱和了你要记一下速度饱和目前 FinFET 适用。我们之前就开始那时候在算那个电子物质波长，然后再算那个杂极的极限，就有讲这个概念了速度饱和。那速度饱和的经验公式速度就是1加电场除以饱和的电场，这是经验公式再乘上某倍里乘上这个电场，所以最后会饱和会饱和。你看那个，举个例子，比如说跑车，你或高铁，你设计再快就是大概现在你要定到极限就是400公里，你再快你也没办法到700、800公里为什么？空气阻力会让你速度饱和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个超跑可以800公里？没有对不对？那个已经极限就是400公里了，现在是已经大概就400，高铁一样400所以它安全的营运速度都是大概300，它其实上可以听到400，不太危险，就是速度饱和再快也快不了了，再快也快不了。像民航机最快就只能800、900公里再快也快不了了，一样速度饱和除非你设计成战斗机那样所以说这一般就会速度。这个电子你电场越大，它跟那个 impurity 跟那个 doping 的 impurity 跟那个 silicon 的 lattice 碰撞很严重，越来越严重，所以它就是越来越快，可是最后面就会饱和了最后面就会饱和，然后跑车越来越快，就被空气一直阻拦，最后就走到一个终极速度400公里这样，快不了了。好。那个现在的速度大概是10的7次方背起来了怎么都跟7有关电子波纳米是7纳米，那速度最快是10的7次方，要背起来要背起来那我们单位都是每公分per 秒除以秒好，那后面有一些这是期末考范围，就是我用应力系可以增加饱和速度，那我后面再讲后面再讲我没有只是如果是蜻蜓点水，我就不会考了不会说我这边蜻蜓点水一下去考这种东西，不会我说后面考就是后面考好，再来记住我教学重点我的理念我教学理念就是重点即所教，重点即所考，所以一定要认真听课
啊，你看我那个语气，然后停留时间很长啊，特别还复习了1次2次那种东西，就是特别会考。重点几所教，重点几所考，对不对？啊，那现在 iPhone 13啊，对不对？你还会去买 iPhone 8嘛，iPhone 6嘛，对不对？一样3万块，你要买 iPhone 13还是 iPhone 8？对不对？啊，你要买最新的笔电，还是要买那个10年前重的要死的，跟砖块一样重的笔电，对不对？时代在变嘛，啊，我们教东西要教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啊，就是要教重点啊，就是重要及所教，重要及所考，对不对？啊，为什么要考一些很冷僻、怪怪的东西，对不对？啊，为什么考怪怪的东西？啊，你要回家去台北，那坐高铁、坐台铁都可以啊，那你干嘛骑脚踏车？对不对？啊，好，OK，好，速度饱和这个我不想证明了啦，啊，背起来了啊，我不想证明了啦，这证明也太难了，讲太多你们可能也听不太懂，就背起来了啊，就是现在都简化成这个公式了啊，速度饱和就是 WC，W 就是它的位置，C 就是它的电容一样是每平方公分的法啦啊。记住哦，这个在半导体，因为电容都是单位面积的电容，单位面积的法拉，单位面积的法拉啊。这初学者，你有学过电子学就知道啦，电子学也是用单位面积的法拉。那如果你初学者电子学没学过半导体相关的课程，从来没接触过，那你千万背起来啊！这边我们电容都是用单位面积的法拉啊，单位面积的法拉啊。单位面积的法拉，就是 F 除上 Cm 平方，F 除上 Cm 平方自己写啊。那这个后面那个就是 Vg 减 Vgs 减 Vt，那最后面它就是它的饱和速度，饱和速度。那这很好背啦，我自己有一个搞笑记忆法，因为常常用，就是要背起来用，背了懂了再背，背了更懂就是WC 是不是厕所V 是不是电压？V 是，然后后面的小 v 是速度嘛？那就是尿急嘛，跑到厕所速度WC 就厕所嘛，V 后面小 v 是速度嘛，快跑到厕所，开电灯，然后赶快消耗这样，背起来嘛，WCBB 跑到厕所开电灯，知道吗？就背起来了，WCBB。WCPP，因为你在临时导这种东西，你导，人家都是背公式起来用，你还这么导半天呢，导到导到还导错了，对不对啊？结果人家都交卷，你还导错，导了半天呢，还结果0分这样子因为我们这个不是在教什么理论的很理论的课啦是在教什么高等微积分什么的嘞，对不对？就背起来用就好了啦。背起来用就好了。好，那这个我们对比一下长通道那非常短通道，我们讲速度饱和就是 FinFET 就是短通道嘛，非常 L 已经很小，L 大概就在20-30啦，现在 L 大概20奈米到30奈米左右了未来极限应该是在10奈米了所以 Very short channel 这个 L 就是小于30啦那这个大概就是比30大啦比30大比30大，我们大概抓一个区间那这个啊其实要量出来最准，直接电晶体去量电晶体去量。那长通道就 L，比如说1.1 100 micron， 100奈米0.1的制程那它就是平方倍就是之前我们导的那个公式W 到2L 分之 W C 缪 Vg 平方这样背起来这两个不一样比如说那个元件为 L 越来越小的话L 越来越小，那电场也就越来越大，电场越来越大，速度就饱和了。我们原本说 V V 等于 μ1嘛，对不对？照道理速度应该所以电场会
直线的无限增加，事实上不可能啊，事实上不可能啊，事实上不可能嘛。我们说 v 等于缪一嘛，对不对？啊 ，v 等于缪一，对不对？对不对 ？v 等于缪一，对不对？啊，你说速度会随着电场啊直线的无限增加到1亿到光速这么快，不可能啊，对不对？所以后面会速度饱和啊，对不对？啊，会速度饱和。如果不速度饱和的话，那你电场一直加一直加，你 CPU 就烧坏了，因为电子到光速啦，对不对？那到光速不是就把你所有的 IC 全部撞坏了嘛，对不对？不可能嘛，速度会饱和嘛，对不对？这也很合理的结果啊，对不对？啊，所以那个，哎，大家看一下啊，这个 ID 哈，等于这边哈，这是平方哈，这是平方啊，这是平方哈。好，那记住哦，这个如果电压这边是平方倍 I 等于 kV 平方，前面呢我们就叫 K 啦啊，这个前面的系数哈，在电力学叫做 K 哈。那 I 等于 kV 平方的话，这个就是长通道的饱和电流公式。如果 I 等于 WCVB 哈，就是短通道的饱和电流公式，要背起来这两个差异要背起来哦。速度饱和之下，就是现在分费啦，你就记起来，分费就是这个啦，分费就是这个分费就是 WCVB 分费就是 WCVB 那强制成那个1 micron 以上呢，I 等于 kV 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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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背起来这两个背起来再讲一次，速度饱和电流就是 I 等于 WCVB，然后呢，速度未饱和长通道速度未饱和长通道速度未饱和I 等于 kV 平方，I 等于 kV 平方，K 就是前面那些系数，好不好？好，这页不教微缩再教然后现在讲 CMOS，这边前面讲过，我就不讲了这个 CMOS 的转移曲线，我们希望它越接近所谓的阶梯函数和 step function 越好，但是不太可能那电流电压转换都会有 RC delay 的都是会有 RC delay。那我们希望它的电流要对称，我们希望电流对称通常那个 N 费的P 的 mobility 是比较低的，在那个大概是1/2啦在电路上大概1/2N 的 mobility 是 P 的2倍，所以我们设计的位置前面这个公式W 不管是速度饱和或是未饱和的W P 的 W 都要是 N 的2倍，为什么？因为缪 P 是缪 N 的1/2要背起来要背起来为什么要是2倍？直接设计要2倍，我们的电流要完美对称嘛。再看一下 Intel 那个蝴蝶那个海鸥图，电流要完美对称所以这边的 P 的位置要是 N 的2倍P 的位置要是 N 的2倍，为什么？因为 N 的 mobility 是 P 的2倍N 的 mobility P 的2倍要知道所以考试我会问你那个这为什么 P 费的位置要设计成变成 N 费的2倍请绘图跟从那个原理说明好，再来看一下这个 inverter chain inverter chain 如果我们把它 inverter 做一个很长很长的 inverter chain，通常这个都是在我们电路上这个有一个就是叫这个inverter chain 有个专有的一个小电路的 inverter chain，主要是看这个电晶体这个 inverter 串起来的速度，串起来的速度。那先算要算速度，就是看频率嘛，或是 delay time，delay time 越小，就是它的速度越快。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
CMOS inverter chain就是长这样子哈，所以一个一个 CMOS 乖乖的接起来，一个 CMOS 串起来啊，那是电压哈，电压第一级的电压第二因为是 inverter 嘛，V2的电压就是这样，那 V2的电压到 V3又会变这样，因为是 inverter 嘛所以1跟3是一样，2跟4是一样那所以1到3之间经过2次 delay， 对不对？经过1到2的 delay， 然后2到3的 delay， 所以它有2个 delay time， 对不对？那其中一个 delay time 就是 pull down delay， 拉下来的 delay， 一个是 pull up 的 delay， pull up 的 delay， pull up 的 delay， 就一个下一个上的啦，一个是下去一个上，因为将经过2次 delay 嘛那我们这2个取平均就是 6.7.1所以这个 total delay 就4/CV ion 乘 ion n 乘 ion p。那一般这个我有讲，因为电流是完美对称的，ion n 等于 ion p 的ion n 等于 ion p 的那个那一般我们讲，我们在估算的时候，有时候大部分的书就是不会考虑这么细节啦，不会考虑那么细节，就是我们通常 torque 就是等于 CV 除以 I 啦，等于 CV 除以 I 那2也把它忽略掉了，大部分书就这样写，那就是那个你那个。我们希望这个，如果你的电流越高的话，你的 delay time 就越小。那频率反比于 delay time 嘛，就频率就等于1除以 delay time，就频率就越高。也就是说，电流越大，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为什么要大的电流？大的电流它的操作频率就高那就是 high performance high performance。好，我们这个我们这边。跟那个左边那个教科书的统一好了等于2因为 ion 那个2个左边这个一样嘛ion2个 I 都一样了2个 I 都一样，2个 I 都一样2个 I 都一样这2个 I 都一样这2个 I 都一样这2个 I 都一样一定要一样2个 I 都一样就是delay time 就是 CB 除以 2I CB 除以 2I 了CB 除以 2I。好，那 ion 越高的话，你的这个你这样 Intel 来看ion 越大，这 high performance ion 是不是很大这个有到 milli ampere，那这个 standard performance 大概是还不到大概它的一半左右，大概它的0.5倍。不要小看这个差0.5倍，0.5倍就差很多，频率就差2倍，4Giga 跟2Giga 应该就差很多啦，对不对？4Giga 就可以变成那个很高档的 CPU 2Giga 跑不动对不对？是不是差很多？你不要看它电流差0.5倍那个频率可能就是差到2倍4Giga 跟2Giga 就差很大，对不对？好，然后我们现在讲功耗，现在功耗也很重要功耗，我们看这个机体电路的这个 IC 的功耗那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估算的公式这动态的消耗功率，我们用手机来比喻好了F 就是我们手机的操作频率，现在大概都差不多是2GHz 了好像计算也很进步2GHz。K 叫 activator， 我们现在买那手机不是8核心吗？那你只用 Line 的话，大概只有一个核心在才启动可是你要玩那个手游或要看 YouTube 什么的或是在录影什么的，你可能就会启动比较多的核心。所以 K 可以看到就是它的 activator 是小于1的
OK，如果你八核全开就是一嘛，那你只开一核就是1/8嘛，所以它电路设计现在很有弹性啊，叫 activator 就是它的这个开启的比例了全开是一少部分开就是零点几这样子，四核就是0.5这样，然后嗯。然后 P 等于 IV 嘛，对不对？P 等于 IV，对不对？P 等于 IV 然后知道怎么说？就是 P 等于 IV，它的因次就会变成 KB 平方乘以 F 啦。我用这边很难写，然后因为 P 是不是等于 IV，对不对？它的因次是这样，对不对？对不对？那 I 是什么？I 就是单位时间通过的电流嘛，Q 等于 CV 嘛。那单位时间又等于什么？CBF 所以 P 等于 IB 等于 CBF 就等于 CB 平方 F K 就是 activator。那这边你看我刚刚也突然恍神，要导是不是很累？要多花好几分钟，用头就是烧脑，对不对？那其实就是这个就拿来应用就好了。我也是教大家一个搞笑记忆法，这是 KFC，是不是有 KFC？里面是不是有 KFC？肯德基爷爷，对不对？肯德基爷爷的鸡块，然后 VDD 的平方，对不对？你就记肯德基爷爷被电死就对了。动态功耗是多少？肯德基爷爷被电死，就很大电压很大，肯德基也就被电死的对不对？肯德基也被电死，KFCB 平方背下来没？你要临时导可以的，但是这已经很常用，就直接就背起来了啦，对不对肯德基也被电死肯德基也被电死这叫动态功耗那所以说你要怎么样降低功耗呢？你说最有效，你说把频率降低，频率降低，你的效果就不好了。其实最有效就是降低什么 VDD 这个 saturation 那个的电压那个电压值saturation current 那个电压值所以微缩可以降电压，这样懂了吗？微缩降电压就可以降功耗。如果你不微缩，你又要现在那么高效呢？你看，大家都看过以前的影片那个一个计算机像一个教室这么大，要吓死人了，对不对？几十年前的电脑像一个教室这么大，那纵使那个在进步，苹果电脑这个刚出来的，很久很久以前的苹果电脑刚出来，丑的要死，好大一台，结果只能玩那个小精灵，对不对？只能玩小精灵呢。对不对？1980的电脑只能玩小精灵呢，而且好大一台，而且一台要10万块台币，只能玩小精灵呢，对不对？所以你一直萎缩，一直萎缩，你才有很大的、很多的功能那现在真的手机真是太离谱了，什么几乎取代所有其他3C产品这样子，真的太夸张了。真的它不能取代电脑，是因为眼睛的关系，长时间看手机是不行如果所以现在又要发展什么 VR 眼镜这样子我想取代电脑这样子那不晓得了然后科技也来自人性嘛，虽然讲这些公司讲这句话诺基亚已经倒了，真的是科技来自人性你看他接不接受看他接不接受好。所以现在叫你去买以前1980的 iMac，大家不是很多是果粉嘛，对不对？那你叫你去买1980的 iMac，只能玩小蜜蜂的，你要吗？只能玩小蜜蜂跟还有那个什么小精灵，嘎嘎嘎嘎嘎嘎，然后小精灵你要吗？10万块一台，你要吗？10万一台可以买3台 iPhone 13呢，对不对？你看现在科技进步差这么多，
对不对？现在一台 iPhone 13可以做多少事情啊？吓死人！一台手机可以做多少事情？几乎说取代所有的电脑产品了，几乎所有取代3C 产品呢，真的。好，再来看一下静态，静态就是 standby 的啦啊，就是我们的手机待机状态，standby 手机待机状态，或是电脑在睡眠呐，哦，在荧幕保护层是睡眠状态，它还是会有漏电的，啊，还是会有漏电，但是就是 VDD 乘上 I off 啊，VDD 乘上 I off 啊，静态的功率消耗啊，那 I off 哈，I off 不是真的是零哦，不是真的。Suppose 哈是他说应该是要零，但是哈不是哈，但是不是，你可以看 Intel 这个例子就好了。你说这个是零吗？不是啊，啊，你 VG 等于零，说不是零，这个是不是零？不是零啊，这是不是零？不是零啊，啊，这不是零啊，啊，好，所以 total 的功耗就是静态的功率消耗加动态功率消耗，这边也很有趣了哈。手机哦，就是静态的比动态的重要，因为你手机如果静态，你用不到1个小时就全部漏电漏光，你功能再强也没意义呀、对不对？好，那动态功率消耗的话，哈，其实那个伺服器啊、超级电脑啊，或是说我们那个高效能那个电竞电脑啊，那都会消耗很多功率的哈。然后尤其是 data center 这样子哦，那很多 data center 都设在电力便宜。像 Google 就跑来我们台湾电力便宜，可是现在我们电力便宜，但是不稳定哦。那也很多跑去北欧，为什么？因为那边本来就天寒地冻嘛，哦，所以它冷却用天然的气温去冷却它那个就不要用那么多冷却器，要花很多很多的电啊，所以手持式产品就是不插市电的会比较在乎哦静态功率消耗。那插固定市电、插固定市电的话，会比较在乎动态功率的消耗，因为我要冷却，还有矿机嘛，对不对？矿机就是高效能的 GPU 组起来的，那一天都要用冷气去吹加电风扇呢，对不对？会烧坏。所以你看那个抓矿工，抓那个大陆在抓，哪里在非法那个大陆有在抓谁在挖，比特币，看他哪一家电费特别贵就知道啦，就这样子啦。哦，好，那我们考试就是考到第3章教的，大家都考到这了，然后考到56页，好，待会再用半小时哈，再把1到3章的重要部分核心部分我再那个复习一下，好，好，我们这节课先到这里。